在上百个美艳少女当中，疯批男主一下子就认出我就是那个他昏迷前一眼万年的小姑娘。他对着我这个方向勾了勾手指，出来。然而我刚想站出来，旁边的女主却先我一步迈了出去。她眼眸里立即蓄满水珠，倔强地吼道：“裴恒，这一世我是绝对不会再任凭你摆布的。”裴恒蹙紧眉，看到那个娇小的人被这聒噪的声音吓了一跳，幽暗的眸底闪现出铺天盖地的杀意。他声音冷沉：“过来。”女主白轩咬紧牙关，裴恒是听不懂人话吗？倏然地站在白轩身边的我往前走了2步，白轩蓦然一愣，裴恒说的人是他，这个人在干什么？我单薄的小肩膀轻轻耸动着，微微扬起那张苍白却精致绝美的小脸。裴恒红色的眸子沉了沉，耐心地等待着我慢吞吞地向他走去。我微微垂下眼睫，眼底飞快地闪过一抹暗色。这个未免是在末世，穿进来的时间线晚了些，刚好是在原女主给裴恒送了水跟面包的下一秒。不过我向来脸皮厚，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，上去就把昏迷的裴恒摇醒，确保裴恒看清我的脸后才转身离开。我要做的就是冒领原女主的功劳，取代原女主在裴恒心里的位置。我一边在心里暗想着，一边缓缓站在裴恒面前，抬头扬起精致的小脸。裴先生，您找我吗？白轩冷笑一声，这个丑女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真以为站在她身旁，裴恒就能看上她吗？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尽享屁吃。裴恒喜欢的人可是他。正当白轩在心底讥笑嘲讽我时，他就听见了裴恒轻轻的嗯了声。白轩不可置信的瞪大双眼，满眼不可置信的看向裴恒。他承认了，这怎么可能？施舍裴恒的人明明是他才对。不过白轩撇开心底的那丝异样，傲娇的哼了声，这变态，谁爱要谁要，反正他不要。刚好有人不怕死挡在他跟前，这样也好，以后就不用担心被裴恒看上了。白轩松了口气，拍了拍自己的胸口，露出如释重负的笑容。与此同时，心间有一瞬间变得空落落的，但这种感觉实在太轻，白轩还没来得及捕捉就已经消失不见了。裴恒紧紧凝视着眼前这张小脸，眼底划过一丝异样。叫什么名字？周雅。我颤颤兢兢的像一只乖巧的小兔子。裴恒用审视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我，察觉到我的不安和惶恐后，放缓了声音：“是你救了我。”我微微侧身回头扫了眼把自己整得跟翠花似的原女主，然后用力点头：“是我，很好。”裴恒发出优雅富有磁性的笑声：“以后你属于我。”他已经给了我选择的机会，既然我愿意为了他花费心思，那他就成全我。只不过我可没有后悔的余地了。一丝凉意爬上我的脊椎骨，蓦然的让我打了个冷战。我摸了摸鼻子，总觉得裴恒看我的眼神怪怪的。难道我的伎俩被他识破了？不对，要是被识破，裴恒应该拆穿我才对。肯定是我多想了。我成功的把自己说服，眨巴着无辜的大眼睛，乖巧的抬头看着裴恒。裴恒喉结缓缓的滚动了些，朝着我伸出手：“周雅，跟我走。”他的手指修长，肤色冷白，手背上清晰可见的青紫色经脉。我舔了舔自己粉嫩的唇瓣，伸手牵住他。裴恒蓦然收紧手指，用力抓住了我，在少女们失落又羡慕的目光下，带着我离开了大厅。10几个寸头保镖们相视一眼，随即将这些少女们分成组，一个人带着6个少女去安排他们的住处。白轩看了眼嘀嘀咕咕的少女们，觉得聒噪，嫌弃的皱紧自己的眉头，抬步朝着2楼走去。刚到玄关处，短发的胖子面色肃冷的拦住了他。白轩冷冷的看着胖子：“你想干什么？我还不能回自己的房间了。”胖子皱眉：“你的房间你出钱买了，还是你是裴总的亲戚？这里是裴总的城堡，痴心妄想的东西！你……”白轩脸上浮现难堪，暗暗的咬了咬牙：“你这个狗眼看人低的胖子，上一世对他唯命是从，这一世没有裴恒，居然如此看不起他，把他给我带到廉住房哪里去？”胖子朝着一个保镖招招手，保镖立即过来，看都没看白轩一眼：“跟我走。”廉住房？死胖子居然要让他去住廉住房！廉住房简而言之就是末世爆发之后，在城堡内偏僻角落里建立的平房，外来救助的人都是安排住在哪里，那里就是大通铺，所有人都睡在一起，根本没有自己空间。白轩委屈的咬紧牙关：“我不想住廉住房。”胖子用看神经病的眼神瞟了他一眼：“那你滚出去！真以为自己是什么人物，还想挑？你有异能吗？”白轩眼眶通红，心里更委屈了。他没有异能，上一世直到死他都没觉醒异能。他不甘地说道：“难道没有异能的人就不配活着吗？那你去死！”胖子油盐不进，不住就滚蛋。现在是末世，能有个安全的住所都是难如登天的事，竟然还挑挑拣拣。胖子丝毫不惯着白轩，抬步转身离开。保镖板一张凶神恶煞的脸：“走还是滚？”白轩屈辱的咬紧牙关：“我走。”这些恶毒的男人知道他没有异能，竟还想要把他赶出去送死，肯定是裴恒干的。他今天就是故意挑了站在他身旁的女人，想让他吃醋服软认错，这绝不可能。他白轩这一世就算是死，也不会再跟裴恒扯上一丝一毫的关系。主卧建造在城堡的第6层，这座城堡的建筑面积接近5000平方，而主卧就占据了3000平方。裴恒温柔地牵着我的手来到主卧内，垂眸看了眼不安惶恐的我，不由得低声轻笑：“雅雅，你怕我？”我睫毛轻颤温声道：“不怕。”裴恒向来不是个含蓄的人，当时陷入昏迷，只是隐隐约约地看见了我一眼，内心就凭空而出占有的欲望。他要得到我，占有我，让我完完全属于他。裴恒红色的眼眸闪过一丝丝危险，手指用力一扯，将我按进他的怀里。眼下是白皙细腻的肌肤，充斥着香甜的气息。他没忍住，低头咬在我脆弱的脖子上，低沉地说：“周雅，做我的女人。”砰砰砰！我清晰地感受到他急促的心跳声，整个人都被他紧紧包裹住，根本无法动弹。他像是一头巨大凶狠的野兽，狭长眼眸里闪过的眼神充满着霸道强势，只要我一点头，就会被他拆之入腹。我有些担心自己的小身板，我跟裴恒的身形差距实在太大了。你不愿意？迟迟没有听到我的回答。裴恒神色骤冷，身上散发出暴力气息，红眸微眯审视着我。我没出息地吞咽了一下，这次的男人跟上一世的不一样，我不敢乱玩，怕把自己玩没了。我低眉沉思了下，才缓
缓缓抬起小脸，轻轻地在霍恒脸颊上亲了亲。裴恒，我愿意，但是我害怕什么？裴恒了然，他紧紧抱住我的腰肢，我疼得倒吸一口冷气，说话的嗓音娇声娇气，好疼。裴恒蓦然松开了鞋，单手抱起我走到床边，反压着我的小手放在腰后，掀开我的裙子，果不其然，就看见一片青肿的后腰。他刚刚不过是稍微用点力抱了抱我，这就把人抱伤了。裴恒紧蹙眉头，良久才一字一顿地说了句娇气，我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脸颊热了起来。羞恼道：“你松开我！”这样的姿势实在让我羞躁不已。裴恒低头看了一眼我快滴血的小脸，才松开了我。修长骨骼分明的手指将礼带摘下，随意丢在床头柜上，打开抽屉拿出一瓶金色的药瓶，微微偏了下头，趴下，我眼睛都睁大了一些。这么快吗？直入主题吗？这裴恒未免也太不怜香惜玉了些。我开始为自己以后的生活担忧。裴恒刚拧开药瓶，掀起眼睫，就发现我一脸郁闷苦恼。他站着一动不动，认真地注意着我多变的表情，只觉得可爱又乖巧。我深思熟虑后，漂亮的狐狸眼透出楚楚可怜的情绪，咬了下唇，仰着小脸伸出手轻轻地扯了下他的衣袖。裴恒不由得微微弯下腰，棱角分明的脸庞站在我的面前。怎么了？两人近在咫尺，我呼吸一紧，手指抓紧了身下的床单，压低了嗓音：“你不亲我吗？”裴恒有点懵，雅雅让他亲他，不上药吗？他腰上的伤真的没事吗？还是雅雅已经喜欢上了他，所以才着急地向他索吻？裴恒看着我水润银亮的狐狸眼，喉结上下滚动着，原本压抑在内心深处的欲望再一次破涌而出。他抬手按住我的后脑勺说：“亲。”他话音刚落下，裴恒便对着那娇艳欲滴的红唇粗暴地吻了上去。他的吻就像他这个人一样，强势霸道又不容抗拒。我被他压着直到呼吸不上来，才费力地用双手抵着他的胸口抗拒。但裴恒并不理会，急切的凶狠的想要的更多。他把我搂得紧紧的，感受到身体的变化，额头抱起青筋，直到怀里的我呜咽着喘息，裴恒才不舍得放过我，冰冷的手指轻抚着我泛着泪花的眼尾，红如血的眸色染上了几分玉色，这就哭了。我看着他，眼神湿热又委屈，浑身软得像是没骨头一样，任由他抱着，全身的馨香更浓郁了，勾起他的麻了。我委屈巴巴地控诉着，裴恒完全无法抵抗，将脑袋埋在我修长的脖颈处，紧紧贴着我，身体在疯狂地叫嚣着要他。裴恒低头轻轻地将我流出的泪珠舔舐干净，我肩膀微微耸了下，娇声娇气地喘了声我还没准备好。我缩在裴恒的怀里，睁着那双纯净漂亮的眼瞳巴巴地望着他。裴恒呼吸变得更急促，浑身像是被触电般变得酥麻，因为极力忍耐，修长的脖颈处抱起性感的青筋，附着层晶莹剔透的汗珠。没说要碰你，他大掌掐住我莹莹的腰肢，将我翻了身压在床上，见我又害怕地攥紧床单的模样，忍不住轻笑：“我给你擦药，不干别的，擦药。”我呆呆地眨眨眼睛，裴恒将我呆萌的表情纳入眼底，如芍药般嫣红的唇瓣轻轻地往上翘，红色眼眸黏腻在纤细白皙的腰肢上，那雪白肌肤上的青紫实在是碍眼，都怪他太粗鲁了。药膏擦好后，我急忙翻了个身，把裙子捋平，跪坐在洁白剔透的床上，乌黑浓密的长发宛若海藻般披在纤瘦的脊背上，整个人娇小又美艳。如此美艳的场景深深倒映在裴恒眼中，他呼吸一紧，幽暗的长毛逐渐染上一抹猩色，刚平复下的欲望再次升腾而起，他强迫自己挪开视线，但却做不到。